你好，欢迎收听陪你读书，我是主播小静。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咨询的奥秘》。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本书的作者杰拉尔德·温伯格早年是一位软件程序员，他最早是在计算机领域学习软件编程，在工作中逐渐对系统科学的知识充满兴趣，这使得他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比其他程序员看得更深刻，从而更高效。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公司聘请温伯格做顾问，帮忙解决计算机问题。结果，温伯格的身份就从一名软件工程师转换为一名咨询师。温伯格在各大 IT 公司长期合作之后，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聪明人集中的 IT 公司仍然会搞砸很多在他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这一定不仅仅是智商的问题，而这样的思考促使他开始思考和关注技术之外的问题原因，那就是人性对解决问题的影响。为此，他也进行了深入的心理学研究。到了1985年，在温伯格积累了大量咨询经验和心理学思考研究之后，他出版了《咨询的奥秘》这本书。接下来，我们就从3个方面介绍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也是温伯格给我们的3个智慧启示。第一，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理解人的感受。第二，显而易见的问题往往远离真相。第三，如何避免解决问题的时候带来更多风险。先来看看，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理解人的感受。我们来举个例子，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叫做《神医喜来乐》。这个电视剧的剧情很简单，讲的就是民间有一个神医叫喜来乐，被请到皇宫去给皇亲贵胄治病，每次他都比御医治得又快又好。结果喜来乐把病人的病治好了，却得罪了御医，所以御医就在整个电视剧里不断的给他使绊子。电视剧剧情就在这么一个用心治病，一个使劲给你出难题的过程中推动发展。当然，虽然神医喜来乐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我们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喜来乐的问题就是他只关注了如何解决问题，而没考虑到另一个合作者的感受。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商业经营中，比如早年日本为家庭妇女市场推出减轻负担的电饭煲这款新产品的时候呢，销量并不理想，但并不是因为家庭妇女不喜欢电饭煲的功能，而是她们担心，如果自己用电饭煲会让婆婆和丈夫认为自己很懒惰，这样会让他们很没面子。所以电饭煲厂家也是遇到了只知道解决技术问题而忽略了对方感受的问题。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温伯格在书中给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帮人解决问题的时候要遵循10%法则。什么是10%法则呢？就是说每次遇到别人请你帮忙的时候，你只需要告诉对方，我只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改进了10%。温伯格在大量咨询中发现，大多数人会认为，如果别人帮自己改进了10%，那自己的自尊心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可如果请来的人帮自己改进的太多，超过了10%，可能就会让自己难堪。这就是系统思考的大师温伯格给我们的第一个建议和提醒：解决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人性，理解对方的自尊心。当我们关照了对方的自尊心之后，大家齐心面对问题，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一个个解决问题呢？关于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就是接下来要探讨的显而易见的问题，远远远离真相。想一想，你在快速解决问题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忙活了半天，结果发现解决的不是真正的问题，或者大家讨论的不是一件事情？这种场合其实是特别多的，也是我们在解决问题时很大的一个误区，那就是一上来就解决问题。而高手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无论是别人的问题还是自己遇到的问题，都不会第一时间被问题的表象带着走。我们通常认为解决问题的高手能够一针见血，或者思考问题鞭辟入里。那什么是鞭辟入里？怎么就一针见血了？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先反过来看，怎么不是一针见血？怎么就是对问题的表面做出反应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例如有一家面包企业请你为他们的面包事业发展做咨询，结果你尝了一口他们的面包，发现面包的口味很一般，比很多手工面包差远了。于是问题很显然，面包的口味不够好，要进一步发展，首先得把面包口感提升。因此你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用更好的原材料、更美味的配方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多数咨询师会提的建议。可是温伯格特别聪明的地方在于，他提醒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比如口味差，往往根本不是真正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很多情况下，在今天看起来非常愚蠢的事情，很可能是当时条件下特别合理的好决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显然的问题，往往就会认为这个就是问题。但其实很多现象上表现出来的直观问题都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往往藏在大量细节的背后。温伯格把我们这种看到最明显的问题后，就当作是问题的全部的习惯，称为贴标签。因此，如果你是那个面包咨询师，给这个面包企业真正要提的建议，可能就不是改进面包的质量，而是思考如果要进一步扩大规模进行面包生产销售的话，口感可能难以提高，但可不可以把面包的销售渠道更多的扩展到那些对面包口感要求不高，但赶时间而对食品安全有需要的年轻上班族？这就有点类似肯德基这样的标准快餐，会把店铺更多的开在火车站、地铁站等地方。这个建议显然要比提升面包口感更加可行。这就是温伯格作为一个系统思考的大师，他给我们解决问题的第二个建议和提醒。遇到问题时，直接贴标签的思考方式很危险，我们要深入研究，分析标签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才能给出鞭辟入里的答案。说到这里，一般咨询书籍就不会再往下写了，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如何发现问题了。咨询不就是给别人提供建议，告诉别人该怎么做的吗？我们的任务不就已经完成了吗？可是温伯格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其实咨询师提建议根本不是工作终点，事实上离咨询任务的完成还远远不够。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分享的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重要观点，如何避免解决问题的时候带来更多风险。在温伯格看来，任何一个新办法、新建议不仅可能会解决问题，还可能会带来新问题。你的建议只有确保解决问题带来的利益大于制造新问题产生的损失才有价值。用一句话概括温伯格的观点就是：凡是建议必有变化，凡是变化必有风险。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明这一点。有一年，温伯格和他太太去欧洲旅行。一般人出国旅游的时候就是想着怎么玩，可是温伯格却知道，去一个新地方就是一种变化，而凡是变化必有风险。所以温伯格还没有出门，就先仔细思考，并发现了此行可能存在的3个风险。首先，此前他们从来没有去过欧洲，缺乏经验。其次，这次他们还带了20多个学生同行，增加了不确定性。第三，他们租了一辆没有驾驶经验的新型号汽车。前面我们提到，一个建议就会带来一个变化和风险，现在3个大的变化带来的风险就是非常大的。不过，虽说凡是变化必有风险，但温伯格并没有因此放弃出行，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活在没有风险的世界里。我们的关注点应该从避免风险变成如何降低风险，让我们的改变变得安全。怎么样降低风险，让我们的建议实行起来更有效呢？作者温伯格带着我们把思考这个问题的视野拉得更加开阔，从更高的系统影响层面入手，环环相扣地把如何安全地进行改变这个问题总结成了一系列方法。简单的讲，可以归结成4句话：要想成功，先想失败，万一失败还有后手，不求完美，但求更好，每次只变一件事情。什么意思呢？先看第一个，想要成功，先想失败。温伯格在出发前就在思考，在什么情况下这次旅行可能会一团糟，
而如果你的公司今天要换一个在线办公 OA 系统，你也不要指望这个 OA 系统一上线就能成功运作。想要让新系统顺利运作，作者让我们先考虑，如果这个系统上线后会因为哪些导致失败。不过就算我们想得很全面，可是也难免有疏漏而导致失败。所以作者又建议我们采取第二个方案，万一失败还有后手。换句话说，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要有 Plan B， 或者叫备用系统。比如你要上新 OA 系统的时候，不要把旧系统停了，让它们同时运行。实在不行，你还可以返回到旧系统来。而在刚才温伯格夫妇去欧洲旅行的故事里，温伯格为了降低风险，没有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新车顺利出行上，而是提前预留了另一个出租车公司的电话，联系好对方，万一自己抛锚了那个出租车，公司能够派车替补上来。这就是万一失败还有后手。最后，在我们做了各种万全准备之后，也不要抱着一次成功做到最好的想法。相反，作者建议我们的第三种处理方式是不求完美，但求更好。比如上新的 OA 系统，不要求第一时间发挥它的全部性能，而是确保用它比用旧系统效率更高一点就可以。只要你能保证好这一点，然后慢慢改善，发挥它的性能。听到这里，估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太浪费时间和成本了吧？哪儿那么费事？我们先干起来再说。其实持有这种想法的人特别多。不过温伯格用他一贯严肃中饱含幽默的方式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说，你说的很对，浪费时间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丢掉谨慎。我们放弃谨慎省下的时间，都会在我们日后遇到层出不穷的问题里，以更大的代价花出去。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者亲身的一个经历。他当年去给福特汽车做咨询顾问，帮他们设计一款全新理念、技术思想的新车，试图以此来拯救当时福特汽车。可事实是，整个项目最后一败涂地，因为当所有全新的点子放到一辆汽车上的时候，就会产生根本不知道哪里会出问题，也没办法修补解决的更大问题。而与此相对应，让温伯格特别感慨的是大众汽车。大众汽车的每一款新车都只改变一个地方，而且每一次改变都会做很长时间的测试。所以很多人觉得大众汽车怎么老是那个样子，可是大众知道，在一个大的系统当中，改变一点的风险都很大，改变很多是会失控的。而这也是作者给我们提出的第四个降低风险的建议，每次只改一个点。如果我们把作者上面的几个建议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方法的话，就能提炼出一个安全的进行改变的通用方案，那就是每次只改变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要安排在非关键任务上进行磨合，逐步提升效率，同时要考虑可能失败的情况，为此留下备份方案。到这里就介绍完了作者给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最后一个提醒，你的任何建议不仅能带来你想到的好处，也可能带来你想不到的坏处。你要确保你的建议可以安全的实施。以上就是咨询的奥妙的主要内容，感谢关注陪你读书，欢迎点赞分享，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我是主播小静，我们下期再会。